登山手们快速加油！相信梦想就会存在，生命大门让我来打开。来吧 ，Flash 的加油 ，Flash 的加油，历史登山手们快速加油，弯弯曲曲，三边跳跃，闯过重重障碍，超越对手。每次比赛技术交流，建议奋斗，一战身手。争取胜利不到最后不罢休，别对错但是不低头。决赛终于开始了，新的追加赛道墙壁赛道震撼登场。评论员说出新规则，各队要成功冲上斜坡墙壁，所有队员能冲线才算胜出。豹威队在事前做精密部署，并定出战略。在新技术的合作下，两队均能冲过墙壁，但豹威队的团队合作更加紧密。赵阳及赵涛学会自我牺牲，终于赢得了比赛。豹威队的新赛车。叶岩，我想再看看豹威队是怎么取胜的。哇！豹威队真厉害，江川的技术也进步了。江川和哥哥配合的真好，豹威队他们3个人的默契和合作比我们好很多。我们上场跟豹威队在墙壁的超难赛道上比赛，虽然大家用的招式也差不多，但是却没有他们团结。瞬间加速！瞬间加速！其实明刚已经很努力配合我们，不过豹威队3人毕竟是亲兄弟，默契肯定比我们好。我们输得一败涂地。就不相信我和哥哥胜不过赵阳、赵涛2兄弟。哈哈哈哈！想胜过我们吗？妄想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来0号，要胜过豹威队真的是妄想吗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！小云啊！真是可恶！豹威队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小云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怪他了。这个时候，大家的心情怎么会好呢？唉，
其实我们梦幻队比你们输得更惨、更难看。豹卫队的实力这么强，输了也没有办法呀。什么？我就一直认为林峰和凌云是最棒的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们全输了。没错，我们全输了。不过我们什么都可以输，就是信心不可以输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努力，以后一定会把输掉的全部赢回来的。其实我们的实力和豹卫队是一样的。豹卫队致命的武器并不是技术和赛车的性能，而是他们团队的这种整体的合作精神。没错，这才是豹卫队最可怕的地方。赵月曾是豹卫队的成员，所以他一定非常清楚豹卫队的优势在哪里。我昨天已经反复地看过他们比赛的录像，发现豹卫队的致命武器就是能够将他们内部核心的团结，最后转化成为队伍的战斗力。没错，从小爸爸就训练我们的纪律性，要绝对的服从。可是我们队的队员不是一样也很团结的吗？哎，你们还是不明白。赵月，你太想在你两个哥哥面前表现自己了，而丁红你呢，就太紧张了。啊，我太紧张？真的吗？还有凌云，你也太冲动了。我太冲动了，这是我一向的性格，那要我怎么样？团结是要抛开自我的。你们几个在比赛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希望第一个冲线，是吗？是，的确是。但是团队性的比赛，光靠一个人冲线是没有用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怎样帮队友冲线呢？是啊，我的确从来没这样想过。以前我在豹卫队的时候，每一个队员都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一定需要与队友互相配合，一起向对手进攻。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就一定需要在赛前详细的评估战术布局。哥哥带领全队经过实际的练习，才能最终赢得比赛的胜利，甚至能胜过电脑。听着，在赛场上是讲究队形和阵法的，不可以单独逞强。好，行动！必须三角攻击！我从小就是受这样的训练的，不过我就是不满意哥哥以攻击别人的赛车做战略。瞬间加速！我已经讨厌暴力的赛车行为了，我要突破自己。我真的希望豹卫队能真正的以速度取胜。人车合一！地动山摇！所以我才脱离了豹卫队了。不过跟你们组队之后，我逐渐的找到了原因，其实是爸爸给哥哥的压力很大，爸爸对我们要求的十分严格，哥哥才采取以破坏为主的战术。豹卫队无论用什么方法取胜，也是非常合拍的。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这个就叫做纽带关系，就是豹卫队取胜的关键。原来是纽带关系。纽带关系通常是形容对家人的关系，例如关心家人的日常情况、行为，并不是现在一般的哥哥在玩电脑，冷落了弟弟。纽带关系建立的好呢，默契和合作性就会出现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灵相通。没错，虽然我跟两个哥哥的意见有点不合，但是他们对我还是很了解的，我也很了解他们。那
如果我和叶岩不是兄弟，那就不行了吗？不，纽带关系和心灵相通，任何人之间也都可以培养的。哥哥，其实小云，这么久以来，哥哥可能对你还是不太了解。不是，是我不够关心哥哥。来吧，我们就重新建立纽带关系，重新振作。但是豹卫队的机械研发也非常厉害，可是我们现在却什么也没有。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是斗志不可以没有。这对于我们队来说是个需要重新学习的新课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特训吧。那我们野战队应该怎么办呢？开始新战术。3辆赛车报废了。昨天的大赛，我们的代价也很大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为了胜利，我们损失了吉彦号和兵刃号。推进来。老板，这是研发部给你的新型号。拿着吧。这是什么？是赛车？新的 S 系列赛车。打开它。哇！这就是你们的新赛车。GS。新的兵刃 S。哇！新的飞木 S。这是留给赵月的。是，我先出去了。你们快点熟悉一下吧。S 系列赛车是强化了内部零件的性能，能够抵受极强的压力。好。瞬间加速。还有 S 系列能够适应人车合一和瞬间加速的强弱力量，自动调节配合。为什么这辆赛车不受我的控制？难道是新赛车还没有适应赛道的原因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要我教你吗？爸爸，这兵刃 S 很难控制。爸爸，我没说谎，真的很难控制。很难控制是因为你笨。爸爸，这辆新赛车好像跟我以前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我花费了巨大财力，集成了最新技术，秘密开发出来的 F1 雷速登第2代新型赛车。第2代新型赛车。F1 雷速登第2代新型赛车的引擎爆发力比以前更强。外形方面，曾用过超级电脑模拟测试空气的阻力，还有轮胎的设计，贴地性能发挥到极致，所有都是专为极速而设计的超强提升版车型。赛车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赛车手不是最好，是无法发挥出第2代赛车的优势。是的，我明白爸爸你的意思。我要豹卫队成为一支赛车队的神话，要你们创造一个战无不胜的传说。办不到的就不配做豹卫队的赛手，也不配做我的儿子。办不到的就不配做豹卫队的赛手，也不配做我的儿子。根据刚才输入电脑的数值计算，新型赛车的平均速度要比普通赛车的平均速度整整高出1倍。够了，我不需要电脑资料，
我自有办法能控制这新赛车。唉，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倒我赵阳的。唉，赵月不在，豹威队好像是缺了点什么。老板好。嗯？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在下班之后去看看三少爷。好吧，总比我去看他好。其他队的人一定在苦练，希望他能早点回来。没人吗？啊？他们在干什么？怎么多了一道挡板？小云，你要看着我赛车前进的方向，不要乱窜，知道吗？我没有乱窜，我只是看不到你的反应嘛。啊，原来他们练习是在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配合的。聪明，终于想到心灵感应了。不过他们太紧张了。又撞在一起了，哼，不要只顾着自己嘛。我看不到哥哥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平常赛车我们是可以看到对方，知道对方的反应。现在看不到小云，我真的不知道雷凌号的方向。我在体操队练习双人项目的时候，也要配合着同伴的动作来练习，有的时候也看不到对方，等到适应以后就可以了。快点练习一下吧。哥哥，我要超你了，快点让开啊！小鱼，你想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呢？不行，不可以说话沟通。对呀，小心呐！唉，请问赵月在吗？原来是豹卫队的人呢。哈哈哈，我只是豹卫队的杂工，是老板叫我来看一看赵月少爷的。请问他在这里吗？赵月跟梦幻队的队友到别的地方练习了。你是不是在这偷看很久了？分明就是想知道我们的战略，对不对？呵呵，你误会了。看见你们专心练习啊，实在不敢打扰。不过我看过很多高手练习，我看你们刚刚是在练习合作默契吗？关你什么事？不需要向你报告吧？你好像太紧张了吧？哪有？我没有。啊，之前我见过，赛车时呢，应该是集中精神感应对方的。什么？要集中精神感应对方。急速转弯！小鱼，集中精神，感应对方。太好了，追速又快了。为什么只有短短的时间，他们两个居然进步了那么多？他们刚刚跑的这一段，两人在转弯的时候配合的相当有默契。刚才有一个豹卫队的杂工来找赵月，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，他们俩听了以后就有了现在的表现。豹卫队的杂工？对，他说其他高手之所以配合默契，是要集中精神来感应对方。再来！人车合一！
集中精神，感应对方。我感应到了，波雷合一，双子旋风，双子旋风。什么？啊！我们终于成功了！好累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什么招式？我集中精神，感应小云的心跳和呼吸。揣摩她的雷凌号所有细微的动作。我也是，想着一个人冲线是没用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，只是想着我是哥哥，哥哥是我。我的雷凌号就是风影号，我们2个人2部车合在一起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使出了人车合一。我跟凌云并没有约好。对，当我使出人车合一时，看见哥哥也是这样，让我大吃一惊。你们俩同时启动了人车合一，凝聚成了一个强大的组合力量。这就是你们之间纽带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！耶！嘿嘿。是我们2兄弟的力量吗？真不敢相信。 2个人一起冲线，我终于明白之前那个暴威队杂工对我们说的意思了。既然是你们2兄弟已经有了新的绝招，可以挑战暴威队了。挑战暴威队！